王子，你快看天上 ！Oh my god！ 喂，阿凡大道2号路口有个老外骑马摔了，挡着电车了，来人把马拖走。收到，发生车祸，附近人员立刻到达现场。大清早的骑什么马？不知道市区大型动物进行吗？懂不懂交通法？走吧，查理王子。既然马被交警大队拖走了，那我们就搭车吧。前面就是大楚宾馆。我不要坐那个铁盒子。没有马了，它竟然自己动了！天啊，这是不是魔法？真够没见识的，这叫电力驱动。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这是巴北塔吗？人类怎么可能建造出这么高的城堡？走吧，进门。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在飞，快停下，快停啊！别玩了。喂，前台吗？对，安排晚饭送上来吧。这盒子里藏人了，里面的小矮人，你听着，我是查理王子16世，你被大楚的巫师囚禁在这里面了吗？快出来！这叫有线电话，这不是魔法，这是通讯技术。格物王李凡听旨。臣在。自今日起，大楚第1舰队全部交由你全权指挥，给朕出海，征服那些未知的版图，开启大航海时代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海战与陆战截然不同啊！李凡不过1介文官，岂懂海战之法？虽然大楚的铁甲舰坚固，但那铁疙瘩笨重无比，在海上就是个活靶子。西方联合舰队横行4海100年，船坚炮利，若是遇到，咱们大楚的水师必将全军覆没，片甲不留啊！大楚理应固守近海，切不可冒险远征啊！都给朕闭嘴！朕意已决，大楚的剑锋所指便是格武王航线，谁再敢乱军心，定斩不饶！真是夏虫不可语冰。哈哈哈哈哈！上帝啊，这就是东方舰队，大楚的铁船，用铁造船，他们跑得动吗？简直搞笑！传我命令，火炮准备。这不可能！继续开炮，打穿他们！王爷，敌舰已经进入我方主炮射程。距离太近了，主炮退膛。啊！退膛！王爷，敌人的炮弹都砸到咱们脸上了，难道要直接撞过去吗？哼！给这帮玩木头船的土标来一点金属风暴的震撼！半个月，总督1个月前就打下了狮子国，捷报今天才送到朕的手中。陛下，海陆风浪大，快马跑死了6匹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极限？朕的铁甲舰能横行4海，朕的铁骑能踏平8荒，结果朕想听个响声，还得等上1个月。
魏忠，臣在。李坟呢？这小子回西陵躲清静多久了？回陛下，格武王回西陵已经整整3个月了。3个月，朕让他去解决帝国版图扩张后的通讯问题，他倒好，回老家享清福去了。陛下，格武王说现在的速度已经到了极限，若要万里传音，得找新动力。新动力？他要是再不回来，朕就得亲自去西陵把他抓回来了。铁锤，这速不够，再快点！大人，转不动了，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停！大人，成了吗？有了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雷之子。大人，您真要把天上的雷给拽下来啊？不是拽，是造。这叫电，有了它，灯不用点火，车不用烧煤，话能隔空传万里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咱们试了所有的材料，只要那电流一过，线就断，根本亮不起来呀！这雷电之力太霸道，凡间物件根本承受不住啊！试过钨丝吗？在西陵矿区的废料堆里应该有。废料堆？大人，那是炼铁剩下的石头渣子，硬的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。哎呦，少废话，让你去就去，不仅要找，还要给本王用炉子把它熔了，拉成小线。做不到今晚别吃饭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现在的电流不稳，忽明忽暗，是因为发电机转速不匀。我们需要一个极其稳定的动力源。大人，蒸汽机不行吗？太笨重，损耗太大。蒸汽机烧煤烧水，提速太慢。我们需要更轻便、爆发力更强的活塞动力。那是北边送来的石油。是大人，那玩意儿只能烧火，牧民都嫌弃它。没用，那是你没给他穿衣服。穿衣服？铁锤，大人还有啥吩咐？拿本王的图纸去1号车间。这次我们要直接在气缸里点火，直接在铁罐子里点火？大人，那不得炸了呀！就是要它炸，不炸哪来的动力？王爷说这黑水能比煤炭还有劲儿，我咋不信呢？可不是嘛，这玩意儿点着了全是黑烟，熏死个人。铁锤，你找人给我砌一个3丈高的砖塔，分5层，把这些铁管子给我一层一层的盘上去。大人，这是要酿酒吗？酿你的头，这叫分流塔。这原油里面全是宝贝，但是混在一起就是废物。我们要利用它们沸点不同的原理，把它们一层一层的蒸出来。底层加热后，石油会沸腾，变成气体往上飘。第一层温度最高，流出来的叫重油，拿去烧锅炉；第2层流出来的叫柴油，留着以后开拖拉机；第3层叫煤油，点灯用的，不冒黑烟。到了最上面那层，低温透明液体叫做汽油，那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炸药之王。倒直油，生火。大人，这锅要是炸了，咱们都得玩完啊！别废话，快看，最上面那根管子出水了。
这就是汽油，大人，这不就跟水一样吗？您说它比煤炭还厉害？不信，看好了！我操！我去，火龙树水也能烧着啊！这就是汽油的爆发力，这半勺要是放在密封的铁罐子里点燃，产生的膨胀力能把一头牛轰上天。油有了，现在要做出个能承受住这股爆炸力的铁罐子。大人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铁圆筒倒是不难，可是您要求这圆筒内壁必须像镜子一样光滑。不仅如此，您还要在这圆筒里塞一个铁疙瘩，让它在里面上下滑动，还不能漏一点气。怎么能做到？大厨最好的铁匠也磨不出这么圆的孔啊！做不到，也得做。刚才汽油的爆炸你们也看到了，如果是普通的生铁，一爆就炸膛。我们要用高康钢混合锰矿石，然后浇铸出一个整体的合金钢体。起炉炼钢。大人，毛皮出来了，上车床。慢一点，进刀量再小一点，加水降温，车刀要退货了。成了吗？不行，废了。什么？大人，这孔已经圆的不能再圆了，怎么废了？缝隙太大。活塞和气缸之间至少有头发丝粗细的缝隙，在汽油爆炸的瞬间，气体全都会顺着这缝隙跑掉，根本推不动活塞。大人啊，这已经是咱们西陵最精密的茄床了呀！热胀冷缩，钢铁怎么可能做到严丝合缝又能在里面滑动啊？这根本就是神仙才能办到的事儿。除非把活塞做的比气缸还大，硬塞进去，可是那样就卡死了。我怎么把这工艺忘了？谁说要让活塞和气缸严丝合缝了？铁锤，给我把活塞拿过来，把活塞上气床，在它的侧面给我车出3道凹槽。凹槽本来就漏气，您还要在上面挖沟，漏得更厉害吗？别废话，把这钢板切成细条，卷成圆环，圆环要比气缸的内径稍微大一点点，而且中间要留一道切口。焊好了，这叫活塞环。钢环本身有向外扩张的弹力，当我们把装了钢环的活塞塞进气缸里时，钢环的弹力会死死地贴住气缸内壁，填补所有的缝隙，而活塞本身因为比气缸小，所以根本不会卡死，同时严丝合缝，滴气不漏。倒水进去试试。神迹啊！王爷，您的脑子到底是咋长的呀？王爷真是天纵奇才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钢体有了，活塞有了，接下来就是组装了，给它装上进气门、排气门，还有曲轴和飞轮。大人，都装好了。可是，咱们怎么在里面点火啊？汽油在里面被压得死死的，火镯子也塞不进去啊！这叫火花塞。还记得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的天雷吗？这火花塞连接着高压线圈，只要通电，底部的2个金属极之间就会瞬间产生一道极其微小的闪电。那点闪电足以点燃汽油。那汽油怎么加进去？直接倒进去可不行，液态汽油燃烧太慢，那叫化油器。利用空气流动的负压，把汽油吸出来，雾化成极其微小的颗粒，和空气混合在一起。只有混合了空气的汽油雾，才能产生最恐怖的爆炸。准备工作全部就绪，加汽油，接通电旋，
高压线传准备。吸气，压缩，点火。大人，是不是不行啊？继续。啊！转了，他自己转了！我的娘哎，这才是钢体神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机终于成了！还发电机来！开光！亮了，灯泡亮了，灯泡亮了！有了这颗心脏，本王的汽车、坦克、飞机全都可以造出来。陛下，前面就是西陵了，黑灯瞎火的。这小子。大人，工匠们都到齐了，您还要造啥仙器啊？铁锤，认识这是什么吗？大人，这不就是咱炼钢厂最普通的熟铁罐吗？软趴趴的，连刀都打不了。你过来看，把这根铜线缠在这根熟铁棍上，要缠10000圈，每一圈都不能重叠。少废话，缠！缠好了，到底图啥呀？铁锤，看好了，这没火没烟的，有啥好看的？妈呀！铁活了！妈呀！这是什么东西？那铁杆子怎么会隔空吸雾啊？大人，这是？这叫电磁电，把电通进缠绕的线圈里，熟铁就能瞬间变成磁铁，断开电，磁性瞬间消失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在万里之外控制这块磁铁，这就是万里传音的灵魂。可是大人，就算能在万里之外吸一块铁，那也传不了话啊！蠢货！既然我们能控制它吸铁，那我们就能利用这个动作，让它发出声音。看好了，这个按键我管它叫发报键。只要我按下它，电路接通，万里之外的电磁铁就会产生磁性，磁铁产生磁性就会把上面的金属小锤吸下来，小锤砸在黄铜砧板上就会发出声音。连起来听。我的个乖乖！大人，它真的动了！这木头匣子自己会敲锣打鼓啊！相隔万里，京城暗箭，南阳瞬响。此物名为电报机。不对呀，大人，这木头匣子敲的是挺热闹的，可是他敲的是哒咔哒咔，又不是说人话，谁能听懂这铁疙瘩在放什么屁呀？跟敲木鱼似的，难道让前线猜谜语吗？这也是照头铁把就杀死了。问得好，但如果我们给这些声音赋予文字的意义呢？肃静！
在电报机上，手指快速按一下就松开，发出的短促声音滴，我们记作点；手指按住，停顿一息再松开，发出的长音哒，我们记作滑。王爷，这点和滑能干什么用啊？能组装成全天下的数字，用长短不一的声音组合来代表从0到9的10个数字。只要对面听到滴哒哒哒哒哒，他就知道我发过去的是数字1。大人，光发个1、2、3、4，对面将军不得懵逼啊？你才懵逼！看到上面的字了吗？看到了，大人。第一个字儿是1，第二个字儿是丁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把这本大楚词典里的每一个汉字，全部编上4个数字的专属代码，比如天字编号0001，地字编号0002，沙字编号0999。只要在电报机上出0999的电码组合，万里之外的电报员听到长短音后，记下数字，翻开这本密码本，他就能立刻知道，本王发过去的是一个沙字。将大楚几万个汉字化作极其简单的数字，再将数字化作长短不一的敲击声，顺着铜线一息之间传遍天下。这简直是造字圣人仓颉在世啊！而你们接下来的1个月什么都不用干，就给我硬背这本李氏电码本。我要你们听到敲击声的瞬间，脑子里就能蹦出那个汉字。你们将是大楚帝国第一批听风者。只要铜线铺得够远，哪怕隔着万里大洋，我也能在一息之间跟他对骂。大楚的版图太大了，大到消息走半个月都到不了家，这可不行。好一个一息之间！李凡，你这拽天雷的本事瞒得朕好苦啊！陛下，您还挺心急。刚才你说隔着万里大洋也能瞬间对话，能，只要陛下愿意，我就能让京城和南阳变成邻居。李凡，你知不知道这东西一旦铺开，大楚将不再有边疆？臣知道。你知不知道这东西一旦出现，朕的那些老对手将永远活在恐惧中？臣也知道。好，哈哈哈哈！什么封王败夏？李凡，你要多少钱？朕准了。陛下，钱的事儿先不急，既然您来了，明早臣请您坐臣刚造出来的钢铁神兽，咱们以后不坐马车了，臣带您去飙个车。飙车？陛下，请上座。好，朕便看看你这神兽有何能耐。坐稳了，陛下。这是何等的速度！李凡，这就是你说的新动力？这叫内燃机，只要给它喝汽油，它能拉着万斤粮草日行8000里。日行8000里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听说了吗？那李凡在西陵倒反天罡，竟把天雷引进了城，简直是荒唐！雷霆乃上天之威，凡人岂敢亵渎？陛下被那妖孽迷了心窍，咱们若再不出手，大楚的礼法就要毁在那些铁鸽子手里了。联络各省言官，我们要死尽！这叫电报机。电，就是那夏天雷雨时的闪电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李坟妖言惑众，窃取天雷，此乃灭世之兆啊！陛下，老臣听闻格物王在西陵大兴土木，建了一座巨大的铁塔，竟敢引9天雷霆入地，此乃亵渎神灵，必遭天谴啊！天谴？如果这天雷能为我大楚所用，我管他神不神的。胡说八道！天雷乃上苍之威，凡人触之即死。你竟敢引雷入地，你不是妖孽是什么？陛下，臣在西陵已经建成了第1座大型火力发电厂。
就在昨晚，臣已经命人将电缆拉进了京城。这黑盒子只需要通过细长的铜线，就能将文字化作波纹，传送到千里之外。放屁！千里传音，那是仙人才有的本事。李凡，你这分明是巫术！请立刻拆除那些铁塔，处死李凡，以平天分。李凡，既然他们说你是窃取天雷，那你就在这乾坤殿向这些腐朽的大臣们展示一下你的天雷。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这就是工业文明之光！啊！我的眼！这真不是天火。陛下，这就是电，只要有煤，有发电机，臣能让整个京城和西陵一样，在夜晚亮如白昼。这是臣在进献前让西陵那边的工匠发来的信息。从西陵传过来的？没错。御史大夫，你刚才说这是妖术？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不烧火就能亮的光？滚下去！从今天起，朕不准再听到任何关于窃取天雷的废话。李凡说那怪物不用喝水，只吃那种黑乎乎的石油。陛下，那叫精炼汽油，那玩意儿的劲儿可比煤炭大多了。护驾！护驾！别紧张，那是朕的座驾，朕就是坐这个从西陵回京城的。有了它，大楚的疆域将扩大3倍，军队3日之内必打。妖物！这怪物还会喘气！李凡，你这分明是制造妖兽！老大人，时代变了。好一个李凡！给朕传旨，西陵石油化厂汽车制造厂立刻动工。朕要让大楚的每一条官道上都跑满这种钢铁神兽。朕的大军已经快打到那所谓的西方圣教门口了，他们不是嘲笑咱们补给慢吗？朕要亲自坐着这卡车去看看那所谓的圣都到底是何模样。陛下，卡车只是开始，再给臣一点时间。臣要让大楚的钢铁雄鹰在真正的9天之上俯视全球。大楚的军队在哪里？统帅大人，您看，他们在那儿。大楚的铁甲舰再强，能开到山上来吗？大楚的汽车再快，能飞过这万丈深渊吗？在平原上，我们确实打不过那些会喷火的钢铁怪物，但在上帝之盾面前，我们就是绝对安全的。传令下去，今晚设宴，等那些东方人粮草耗尽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刻。100丈高的乌龟壳，那钢铁洪流竟然被一堆破石头挡住了！陛下，这地势太险要了，我们的步兵如果强攻，全都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。难道就这么耗着？大军每日消耗的粮草是天文数字，后勤线拉得太长了。哎呦，陛下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李凡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乌龟壳，你有什么办法敲碎它？敲碎？从下面敲当然费劲。咱们不从下面打，咱们从天上打。天上？王爷，您是在开玩笑吗？咱们大楚的将士又没长翅膀，怎么飞上天？难道用投石车把人扔过去？陛下，臣回西陵一趟，最多2个月，臣给您造一支天空军。王爷，
您别闹了，咱们造车造船，那是因为铁轱辘能在地上滚，铁船因为浮力能在水里飘。可是这天空中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您造个铁疙瘩，它怎么可能掉不下来？哼，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。铁锤，看好了。哎，有点意思。这叫空气动力学。空气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一种气体。当空气流速越快的地方，压强就越小。看清楚这个形状，这是本王设计的机翼。当这只鸟在跑道上高速向前冲刺时，迎面而来的空气会被机翼劈成上下两半。因为机翼上面是凸起的，空气流过的路程更长，所以流速更快，压强变小。而机翼下面是平的，空气流速慢，压强更大，压强更大。下面压降大，上面压降小，空气就会把这个机翼往上托举。只要速度够快，这股向上的升力就能把几千斤的重物抬上9天。那咱们得赶紧炼钢，给您打一双大翅膀。打你的头！高刚有多重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造这玩意儿必须要用一种全新的材料，比木头硬，但比生铁轻。王爷，天下哪有这种石头啊？以前没有，但现在我们有见了。去矿山，给我拉1万斤红土矿回来。好。今天我们要用电造出一种新金属铝。冰晶石溶解完毕，铝土矿粉末倒入。通电，加大电流。出液了，王爷，出液了！我的个亲娘哎！这颜色看着像铁，怎么轻的跟块木头似的？这叫铝合金，重量只有铁的1/3，但强度却足够支撑机翼。材料有了，接下来是心脏。这叫星型航空发动机。为了减轻重量，它去掉了笨重的水冷水步箱，直接在空中利用狂风进行风卵。9缸同时爆燃，能提供极其恐怖的马力。撞击，接螺旋桨，动作轻点儿，可别伤着。对准了！1、2、3，进！给我锁！这就是你说能飞上天的天空军？没错，陛下，臣给他取名大楚雄鹰1号。等等，李凡，你要亲自上去。这东西要是掉下来，你可就粉身碎骨了，让死士去试。陛下，这全天下目前只有我懂得怎么操纵它。再说了，俺也想飞起来！铁锤，转桨，是。来！松开轮挡！怎么还不飞起来？王爷，拉杆啊！前面没路啦！给老子起！老天爷啊！铁骑真的飞上天了！神奇！纣王真是天神下凡啊！
废了！人竟然真的能征服天空！大楚万岁！干杯！为了我们不可战胜的堡垒，他们只能在山脚下吃我们的马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统帅英明！什么声音？打雷了吗？敌袭！天上敌人在天上！上帝呀！那是铁鸟！东方人长翅膀了！各机组注意，这里是洞妖，目标敌方要塞。高度校准完毕，风向校准完毕。投弹！魔鬼，这是东方的魔鬼！神啊！你为什么把翅膀赐给了东方人？这不是神赐，这是科学，是工业。哟，堂堂神圣联盟的殿下，怎么对我们大楚的马桶这么情有独钟？伟大的歌舞王，仁慈的东方神明，我错了，我们全都错了，求求您收起您的那些铁鸟吧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无条件投降。投降？现在说投降，是不是晚了点？这是条约，签字。这上面说，神圣联盟所有国家的领土全部并入大楚版图，所有的金矿、银矿、煤矿全部由大楚接管。不，我绝不签字。副官，给咱们这位没见过世面的王子大少爷听听文明的声音。是。报告王爷，这里是大楚远征军第一装甲集团军，我部已于1小时前驾驶狂龙级主战坦克彻底占领神圣同盟首都。敌方皇宫已被我军炮火摧毁，秦敌方皇室一刚成员，请王爷指示。轮城没了。不，这是幻觉，这小盒子里一定藏着恶魔在骗我。骗你？你们也配我骗？就你们那点兵力，躲得过我大楚重机枪的咆哮吗？本王告诉你，这全天下的真理只在大楚的炮管射程之内。我欠，早这么痛快不就行了？浪费时间，把他拖下去，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。是。王爷，西方全境以下，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人敢与我大楚为敌了。走吧，回宫。皇上那边估计等咱们的捷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王爷，请。10年了，我硬生生用10年的时间，把一个封建农业国拔包到了第2次工业革命的巅峰。这帮古人现在玩起坦克和飞机来，比我还溜。哎呦喂，我的王爷祖宗哎，您可算回来了！魏公公，你这车技见长啊！
托王爷的福，老奴这膝盖不好，以前在宫里跑个腿能要半条命，现在嗖的一下就到了。王爷，快跟老奴走吧，皇上在乾清宫都快电话机给摇散架了。怎么，西方投降的消息，皇上还不知道？哎呦，哪能不知道啊！皇上正拿着那个什么洲际越洋电话，跟海外的总督们吹牛呢。王爷，您造的这海底电缆真是神了！皇上现在坐在龙椅上，就能听到万里之外南洋总督放屁密地的声音。走，去看看。对，出队3，南洋总督，你是不是傻？他刚才都出了个2了，你还用对子去顶？皇上圣明，炸！给朕炸！朕赢啦！哎呦，老李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西方那边彻底搞定了？搞定了，西方大陆全插上了大楚的龙旗。好，太好了！10年，老李啊，10年前在西陵的那个破地下室里，你对朕说你要用钢铁和烈火给朕打下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业帝国。你说你要让大楚的铁甲舰碾碎所有的木头船。当年你说要给朕一个天下，你做到了。现在无论太阳照在这个地球的哪个角落，它照耀的都是朕的疆土，都是我大楚的领地。老李，这杯酒朕敬你，敬大楚工业帝国。陛下，地球是圆的，它每天都在自转。老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昨天没在京城，是因为臣去了一趟大西北的荒漠。咱们的重型天液体火箭发动机昨晚试射成功了。火箭发动机？老李，你是说？陛下，您看这地球太小了，大楚的工厂日夜轰鸣，资源迟早被吃干刷净。咱们该去天上看看了。臣已经计算过了，那月球上没有空气，但却有着极其丰富的稀有金属矿产。陛下，您说月球上的矿产不知道够不够咱们大楚再吃100年？好一个地球太小，好一个去月球挖矿。老李，地球是圆的，太阳总会落山，但是只要大楚的火箭能飞到的地方，只要大楚的采矿船能降落的地方，9天之上的星河，那浩瀚无垠的宇宙，凡日月所照，星辰所至，皆为我大楚之疆土。给朕造最大的火箭。如您所愿。大楚星际帝国今天正式启航。